值此敏感时刻，五角大楼24号宣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将在下周访问新加坡，并将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与中国军事高层举行面对面会晤。分析认为，当前形势下，中美举行军事对话既有必要性，也有紧迫性，将有助于双方划清不可逾越的红线。近期，美国在对华政策的言行之中，的确有较多的破坏性。而且，美国的军方在涉华表态中，尤其烘托和强调竞争对抗的一面，这的确对中美总体军队关系的改善是不利的。我们还是强调啊，在中美关系处在关键转折的时候，包括军队在内的各领域，都应当负责任地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动彼此关系沿着可控、稳定、建设性方向发展，同时确保中美军事领域中间的合作和互信逐渐能够累积出一种成果出来。本届环太军演前夕，一度传来消息称，美军正考虑邀请台湾方面参演，但最终却无疾而终。那您是如何来看美方的这种小动作？6月将近，随着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望，中美防长的面对面会晤也正在提上议程。那您对此如何展望？每届环太军演前夕都会有一些杂音传来，比如说美军正在考虑邀请台湾军方参演，尤其是这几年，这些烟雾弹你看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美国人非常善于无事生非、无风起浪，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政治底线的事情，他们偏要拿出来试探一下虽然最终往往都是唾面自干，全当自己没有说过。台湾问题终究是中国的内政，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更无法让军舰悬挂所谓国旗去参加以国家实体为单位的环太军演。邀请台湾方面参加环太军演将会是一个非常离谱的政治举动。在我看来，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中美两国的军事互信，更是直接撞击两国的政治互信、战略互信。如果美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真的迈出了这一步，那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美国方面不想好好过日子了。又要到6月了，1年1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拉开帷幕。外界当然最关注的是中美两个军事大国能否实现对话。两国防长如果仅仅是在欢迎晚宴上匆匆握个手，道一声你好，恐怕并不能真正缓解域内国家的战略焦虑情绪。是啊，神仙打架遭殃的总是凡人。区域内许多国家对中美两个军事巨人在东海、台海、南海方向上的对峙越发剧烈，难免会有一种这锅汤快要沸出来的担忧啊。但我相信，中国在世界上，尤其是在东盟域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国家形象，讲信誉，爱和平，不欺弱小，不惧强权。那些垫高了脚想要一探究竟的东盟国家们，应该首先关心美国方面是怎么讲的，又是怎么做的。因为在我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形象这些年真是越来越糟糕了。日前，中检金龙2024联演适应性训练在柬埔寨王家军某训练基地进行，一系列智能无人化装备引人关注。其中最吸睛的就是中方的2款机器狗，不仅能侦查，还能承担攻坚任务。美国媒体形容，这意味着中国的机器狗研发又领先一步，已经成为解放军巷战利器。近日，一段解放军遛狗的视频在海内外媒体广泛传播。据悉，该视频源自中国和柬埔寨之间的金龙2024军事演习。此次演习为期15天，从5月中旬一直持续到月底，动用的装备包括14艘军舰、2架直升机和69辆坦克装甲车等。演习中，中方参演官兵将察打一体无人机、运载无人机、侦察无人机等多款智能化无人机装备融入侦察、控制、突入、打击等各个关键环节，有效提升了综合作战能力。机器狗前出侦察，收到。此次联演中，中方的机器狗一亮相便成为焦点。在模拟街区外，中方参演队员接到指令后，使用遥控器操作机器狗，机器狗迅速上前查明街区外围障碍情况，同步将铁丝网、废旧轮胎、破胎器等现场障碍物情况回传给指挥部。
这款机器狗身形小巧，体重约15公斤，配备一个超广角感知系统，腹部装载电池和动力系统。它不仅能完成前进、横卧、跳跃、后退等动作，还能自主规划路线，避开障碍物，可在侦察环节中迅速抵近目标，并将侦察画面实时回传给指挥部。演训场上，另一款机器狗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款100多斤的大只机器狗挂载步枪，在操作员的控制下快速前进。强击突入训练环节，多名恐怖分子持枪隐藏在建筑物中。参演队员实施爆破后，机器狗作为尖刀强击突入，迅速瞄准目标进行打击。在确认安全后，中检双方参演队员顺利完成后续清剿任务。我现在操作的是 B1四足机器狗，它可以在我们的训练当中代替我们的队员先行进行侦查和发现敌人后火力打击，是我们城市攻防作战中的新成员。对于中方机器狗亮相中检联演，美国方面也密切关注。据美国世界新闻网25号报道，这是解放军首次对外公开展示2款机器狗，一种擅长侦察，另一种战斗机器狗能身背步枪快速前进并灵活调整枪口方向。报道称，小型侦察机器狗能适应多种环境进行情报收集，动作敏捷，为后方实时发送高清影像与热成像数据，极大提升了战场透明度和指挥决策的精确性。人工智能设计使它们能自主绕过障碍，选择最优侦察路径，确保任务高效完成。报道还称，战斗机器狗不仅肩负侦察使命，还能携带多样武器直接参战，成为移动的活力点。在巷战场景下，它们能从隐蔽处发起突袭，减少人员暴露风险。机器狗高机动性、自主行动能力和综合战斗性能，使传统防御策略面临严峻挑战。分析指出，机器狗现身军演现场执行任务，或许意味着其已经列装解放军，或改写未来战争面貌。而最早研发机器狗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但美国的机器狗因噪音大且系统复杂，目前放弃研发。率先实现批量列装的却是解放军。它虽然叫机器狗，但其实呢，我们还是把它呢称之为四足机器人。这种机器狗的话，从视频中呢就能够看出来，它现在已经表现得比较成熟了。它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呢是比较强的。它本身可以呢装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执行侦察、监视等等任务，而且呢，它可以加装武器，也就是呢，它可以进行冲锋陷阵。事实上，这并非解放军第一次展示机械狗的实战演练。过去2年，央视已多次展示过机械狗在实战中的运用，例如利用无人机将机械狗空投至战场深处，背负95式班用机枪进行压制射击，以及与解放军战士进行协同进攻训练等。在其他视频画面中，解放军的机械狗参与了多个实战化任务，既包括模拟战场勘察、协助作战分队提前了解战场情况的非直接作战任务，也包括直接携带步枪冲入敌军掩体进行战斗任务，还能输送弹药和医疗物资。据悉，西部战区已成为首个装备机器狗的战区，主要原因是其辖区面积庞大，边境线漫长。机器狗的投入使用可以显著减轻边防战士的巡逻压力，特别是在一些环境恶劣的地区，机器狗能够代替士兵执行任务。与此同时，极端条件也对机器狗的适应性以及技术升级提出了严苛的考验。这种四足的机器人它其实呢在战场上可以呢跨越复杂的地形，比如说常见的一些障碍物，再有呢就是山地，再加上它的传感器搜索能力呢是比较强，昼夜，在一些呢战场烟雾弥漫的情况之下，它都可以呢去进行搜索，而且它自身加装的武器，一旦发现目标之后那由人呢可以控制武器呢去进行射击，它的自主性呢是很强的。机器狗的崛起标志着军事技术的新一轮革命，其优越的机动性、作战能力以及多武器搭载的特点，使其成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一员。因此，世界上主要军事强国目前都在探索机器狗的使用方式。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机器人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和创新，这个局面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其实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了。无人装备方面，美国呢一是底蕴比较深厚，它研制的时间呢比较早，可以说
世界上在无人机、无人艇还有无人潜航器以及呢地面的这些无人装备方面，美国呢都是走在世界最前列它也一直呢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很大。那么中国无人装备呢近些年发展速度特别快也就是说我们在加速度的这种发展程度上边，实际上是要超过美国的。目前所能够看到的这些无人装备的种类，我们可以说呢，美国有什么，我们现在也有什么，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代差了。